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跟我們互動，彼此交流一下。另外，要請記得幫我們按下這個熱推啊，讓在留言區或者是幫我們熱推，讓更多人看見寰宇全世界。好，來歡迎今天的3位來賓。首先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謝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美國共和党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還有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繼文繼文兄。何總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相信大家都在關注的，也就是中東的戰事啊。那麼這禮拜呢，其實美以伊的戰爭有了最新的突破，也就是我們所知道，宣布先停火2個禮拜，然後呢，美伊雙方展開談判，就在週末登場。美國跟這個以色列，還有包括這個伊朗呢，美伊雙方啊，這個談判代表團週末已經陸續抵達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蘭馬巴德，當然有人翻譯是伊斯蘭堡，準備進行談判。但伊朗事先也放話，他們說這次談判可能會持續10多天。那我們攤開這個雙方代表團的成員啊，可以看到在畫面上，美方呢是由副總統 J.D. Vance 啊范斯率領代表團。成員包括了川普的特使 Witkoff， 還有這個川普的女婿 Kushner。那名單當中呢，大家也就幫他們看了一下，大多數是偏鷹派比較多哈。那在伊朗這邊呢，則是由他們的國會議長卡利巴夫，還有外長阿拉奇等人。新華社也報道說，另外呢還包括了看到这個伊朗的國防委員會的秘書長啊、央行行長，還有多位的國會議員。而英國金融時報也披露說，這個代表團當中可能還有1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層。不過呢，因為這個議長卡利巴夫他本人曾經擔任過革命衛隊的指揮官，所以這次到底談判美伊雙方誰說了算？等一下我們要特別來討論一下。談判之前變數就很多哈，包括在伊朗這邊內部就傳出對於談判團隊的成員還有授權的問題出現歧見，比如說這個現在的革命衛隊總司令瓦西迪啊，他就試圖要限制這次代表團帶領代表團的，就是這個議長啊卡利巴夫，還有外長阿拉奇的權利。另外呢，他也主張呢要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啊叫佐加德納入這個談判團隊，但是呢也遭到代表團內部成員的反對。那卡利巴夫啊，就是議長呢也拋出一個強硬的條件啊，就是在美伊雙方在談之前呢，又把黎巴嫩丟了出來。他說，黎巴嫩如果沒有停火的話，而且再加上另外一個條件，伊朗遭到凍結的海外資金沒有被釋放，那麼德黑蘭將不會跟華盛頓進行談判。但是對此呢，范斯在登機前也強勢警告，他說：“伊朗，你不要耍花招。”還有一個變數，等一下我們也一併討論。以色列持續對黎巴嫩真主黨發動攻擊，現在呢也傳出在14號要到美國也來談一下要如何停戰。好，那麼現在也看到了伊朗最高的精神領袖領導人穆吉塔巴，他發表了強硬聲明，他強調伊朗將會堅定地為他的父親哈米尼還有在戰爭當中喪生的同胞復仇，並且要求美國針對戰爭損失付賠償金跟撫恤金。簡單來說，就是要為伊朗討回公道。每日電信報也報道說，這份聲明呢是由相關的管道代為發布的。總的來說，我們馬上來進入今天的重點。先請教3位來賓啊，因為接下來在週末這一個時間其實很關鍵的，因為它會接下來左右未來2週停戰之後的發展，所以大家對於美伊雙方在週末的這場談判是樂觀還不樂觀？樂觀舉圈，不樂觀舉叉。大使反而是樂觀的，先問一下大使為什麼？因為這個談判哈，基本上我認為沒有那麼嚴重啊。這一場衝突的話，不是領土衝突，也不是任何有領土的野心啊。像俄羅斯跟烏克蘭現在就很困難，是因為烏克蘭已經被軍事佔領了很多他自己的土地，俄羅斯不願意讓。這場戰爭很難，這個戰爭很難停。這場戰爭說實話，兩邊打的都是有限戰爭，是一場政治戰爭，誰也沒有要消滅誰，誰也沒有對對方的領土有興趣。所以這場戰爭沒有牽涉到我所謂的國際關係裡面的 core interest， 就是說關鍵核心利益，所以這裡面都很政治的。就像川普打這場仗，從頭開始美國人就批評他說：“你到底的目標是什麼？”他也講不清楚。他的目標有的時候出現，有的時候又消失了，對不對？那對伊朗來講，
他從來也不想打這場仗，他的戰略也很簡單，你打我我就打你，就是對等還擊，你今天不打我就停了。所以呢，這場戰爭只是說它影響到了這個美國的經濟，還有全球啊，慢慢影響到全球。那所以這場戰爭，我認為，現在一開始兩邊的領袖都展望那麼強的這個我認為很重要，談判要有結果，一定要有 political will。OK， 而且要是 top down， 不是 bottom up。那你覺得會不會是一個形式而已？不會。好，那 Ross 剛剛是不樂觀的，不樂觀。為什麼？因為本來這個戰爭對美國跟以色列來說有兩個重要目標，那一個是處理伊朗核武計劃研發計劃，對，另外是遠程導彈。但是戰爭開始之後，而且談判的時候，伊朗失去機會，那很堅定的態度，那就讓美国跟以色列認為我們不得不開戰了。那開始打仗之後呢，那伊朗我覺得有很多很愚蠢的動作，比如說攻擊周邊國家，而且不只是針對軍事設施了，什麼公共設施，連住宅區也都有攻擊了。那另外把Hormuz海峽關閉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愚蠢的動作。所以這個都顯示了伊朗不管是軍方或宗教領袖、政治人物等等，第一，他們而且從你剛剛解釋，目前的情況是他們想法沒有一致了。那雖然大使剛說是 top down， 但是很明顯他們內部有不同意見。那今天真正的情況，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那邊的外媒也不多了，所以真正的情況我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內部有什麼意見。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他們一直有新的動作，不管是攻擊周邊國家，或者把霍爾木茲海峽關閉等等，那將來還會有什麼樣的動作？其實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號。所以我覺得這幾天在巴基斯坦這次談判很難達成一個共識。或許我不排除，就即便談了十幾天，你對結果都還是我覺得或許這個幾個禮拜的停火是可以維持，甚至可以延長。但是我覺得在目前這個階段，不是一個 permanent 的，不是一個 long term 的一個長期的協定，是目前是達不到。所以你的意思說，伊朗說可能會談十幾天，就算談不攏，把它繼續談，就往後延是有可能的。好，那我問你啊，你說不樂觀，好，我現在看到美國跟伊朗雙邊呢，其實對於這個要談的條件哈，各自開條件。那不管是美國的15點，或者是伊朗的10點哈，你可以看到有些都目前都還要再進一步的去討論，就在這次談判，包括荷姆茲海峽的開放啊，那伊朗是強調要有永久的這個實質控制權。另外呢，像是這個剛剛提到的核武的部分哈，是沒有這個回應的哈。那接下來還有這幾點哈，像是包括呢，不能夠打黎巴嫩哈，等一下我們會特別聊啊，你不能打黎巴嫩啊，也包括在內啊，但是呢，這個都是要討論的。好，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如果最後談了十幾天都沒有結果哈，你覺得美方至少會達到哪些條件才認為是談得不錯？至少美國有這個軍事能力是可以繼續打，而且可以打好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我一直認為川普是希望在美國夏天前就結束了。所以今天在4月初，那美國至少我覺得川普總統心裡準備至少再打6個禮拜。我的意思是說，但是如果繼續打的話，那就會美國，因為川普也說過了，如果要繼續打的話，那我用的方式會越來越武器或軍事目標等等對，那這個對伊朗來說，不管是經濟方面或軍事相關設施了，都會造成很大的損失了。所以川普還是有這個選擇，可以繼續打，而且他用的方式比以前還更猛烈。我問的意思是說，美國至少就川普這邊，他派出范斯談到哪幾點達到了，就表示美國的目的達成了。我覺得是核武導彈，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那其他的暫且不會答應。比如說黎巴嫩，我們等一下要討論，他不會答應。美國不會答應伊朗的要求，不可能。還有這個制裁，美國不可能是那麼快解除制裁。那還有伊朗說我們海外凍結的資產，對，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過去川普常常批評奧巴馬，那個時候為了跟伊朗達成協定。奧巴馬同意一些伊朗海外資產是可以還給伊朗，川普根本不會，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做的話，大家都會說總統你又踏過了。好，這是美國的想法哈。那如果伊朗的思維呢？大使覺得伊朗至少要爭取到什麼，他才會覺得這個談判是有效？伊朗總統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伊朗希望這場戰爭打到最後一個美國兵。所以這場戰爭。基本上不太希望他停戰的是以色列，對，這是美國人很多的。美國希望停，以色列不希望停。对，那這場戰爭事實上，那問題就變成以色列如果沒有美國支持，那不要說這場戰爭了，將來在這個地方生存都會有問題。以色列非常靠美國的軍事跟外交的支持，所以呢，這個最後川普出來主導這場戰爭的時候我覺得內塔尼亞胡會在靠邊站。那雖然以色列是，我就說了，這是不是我講的？這是伊朗的總統說，以色列希望這場戰爭打到最後一個美國兵。所以呢，就變成我覺得我會去看這場戰爭的最後結果，我要看川普的政治意願。OK， 這場戰爭還是川普跟這個川普決定，川普開打的，川普決定。那伊朗事實上在這一場戰爭裡面，他也是很被動的，所以我覺得這一場這個戰爭如果川普要結束就結束了，然後你說那個什麼結果川普決定，然後呢，川普昨天發了一個出 social， 他警告，他說有一些騙子跟庸醫，還有他指的是那些名嘴媒體。他說對，庸醫把這些雙方的談判條件再釋放了非常非常的多的訊息，滿天飛。他說我現在已經找司法單位在調查，我要馬上就把這些人揪出來，他們要司法程序來制裁這些人。告訴大家，他最後一個結論說，這場談判絕對會在關閉的門後面來談，一個 closed door negotiation， 這中間怎麼談，外面不會知道，外面猜的都是假的，都是別有用心的所以我覺得川普這件事情會錢綱獨斷。因為現在伊朗的體制跟美國的體制我們就說，我們不要講什麼法律什麼憲法，我告訴你，現在美國的政治體制跟伊朗是一樣的，獨裁政權。我可以為美國說話嗎？大使的意思說，川普說了算，但是伊朗誰做主？您覺得伊朗誰說了算？伊朗當然是哈梅內伊OK， 就是小哈梅內伊。OK， 大使，您剛剛提到說，以色列在這個談判的幕後其實角色很關鍵基本覺得那現在既然以色列，因為感覺上最近以色列是很不受控的，所以納坦雅胡在這個時間，美國拉得住他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談到最後10幾天之後沒有結果，但雙方也在這段時間不斷去準備，因為一定要準備是軍事方面的實力後續動作會如何？當然，美國能不能約束以色列，我認為這問號很大，而且不只是川普這一任，上一任拜登，我們發現加沙戰爭，美國能夠完全約束以色列嗎？其實證明是不行要不然也不會這個加沙後來導致6萬多個巴勒斯坦人死亡。那而且近期我們看到美伊談判有一個最新的一個焦點，就是黎巴嫩的戰事，對，能不能獲得相當的緩和？其實針對這一點我們發現，那國際上普遍是支持伊朗方面的主張。我們看到歐洲好幾個領袖國家領袖都有講到，這個美伊談判在談判的這個整個範圍裡面，黎巴嫩的情勢當然要納入。而且從這個美伊這個傳出談判以來，
以色列對於黎巴嫩的南部的攻擊是非常非常的猛烈。比如前幾天有一天死亡大概300多人，而且它的強度，那其實比攻擊加沙感覺更為強烈，而且手法也類似哦。也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認為美伊談判其實以色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是，那未來。那美國如何通過各種方式去進行約束？我認為這個川普這個部分他是要想清楚。不過我覺得讓人比較憂慮的就是納塔雅胡，因為他有自身國內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他本身一些官司纏身，因此從這個加沙戰爭開始，大家普遍認為戰爭繼續打，對他延續政治生命和他在以色列的掌控能力，對，是有絕對的幫助哦。如果戰爭不打，他的很多這個案件，特別關鍵的案件、貪腐的案件，那進入司法程序繼續走的話，他可能會終止他的政治的權利。這個對於他未來他的整個這個未來的這個政治生命這個政治生涯來講，那個絕對是致命性的。对，也因此，這個以色列這個問題是目前以色列伊朗和這個美國談判，我認為最大一個變數。OK， 所以這個我有點不同意，因為我真的認為，如果川普總統，剛剛大使說的是總統川普說的就算，那如果總統川普堅持要停戰，那內塔尼亞胡是不得不配合。你確定美國拉得住納塔雅胡嗎？確定了，畢竟今年以色列也有選舉，而且以色列還有內塔尼亞胡有其他的考量，不只是伊朗造成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問題。那另外，比如說西岸突困區，那需要美國的支持，對不对？所以它真的是，而且這個也是牽涉到以色列的選舉。OK， 所以內塔尼亞胡是千萬不能惹怒川普。那以前惹怒拜登或不利拜登，那是因為內塔尼亞胡長期跟民主黨，不管是奧巴馬或拜登關係不好，跟川普共和黨關係非常好。但是內塔尼亞胡是千萬不能惹怒川普，他真的沒有這個選擇。對，所以如果川普堅持 we have to stop， 那內塔尼亞胡是不得不配合。所以也就是說，納塔雅胡必須要小心，這個史詩級的怒火可能最後不是在伊朗，而是在他的身上。那確實啊，最新的是黎巴嫩跟以色列兩國呢也同意進行談判了，因為黎巴嫩這邊呢發出聲明表示說，他們的駐美大使，還有以色列的駐美大使以及美國駐黎巴嫩大使10號晚上已經先進行了第一次的電話會議。那麼在14號呢，預計在這一天要在美國國務院進行這個首次會議，討論宣布停火，還有確定談判的日期。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寰宇全世界。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在伊朗這邊最新的局勢啊。當然，這個伊朗呢，他們宣布關閉荷姆茲海峽。那麼這次美伊的談判會不會使得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開放呢，變成了一個影響談判非常關鍵的因素哈？因為伊朗也最新宣布說，荷姆茲海峽還有一個替代航道，怎麼回事啊？因為呢，這個理由是荷姆茲海峽這條重要水道這個主航線區啊，現在是存在着水雷的風險，所以呢，再度關閉。而美國跟伊朗呢達成2週的暫時停火協議啊，當然一度使得市場對於中東的衝突降溫的預期升高，帶動了國際油價的大幅回落，使得油價呢一度回落到$100的大關。但是又因為聲明，那突然呢又讓事情變了調，因為伊朗革命衛隊他們就通知說，所有有意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舶呢，為了遵守海事安全原則以及避免可能跟水雷發生碰撞，應該要改行荷姆茲海峡的這個替代航線。今天有一個最新消息呢，就是因為連伊朗自己啊這個水雷的路線啊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很擔心這個萬一一旦開放以後，這個貨輪或商船，那如果遇到水雷怎麼辦？好，那白宮方面就特別回應啊，說任何關閉行為都是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而且呢，這個李威特啊說，重申川普的期望和要求，立刻迅速的、安全的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
好，那麼紀文兄啊，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伊朗其實不管是談之前，或者現在外界預料，就算談之後，他也一再的強調，因為這次在伊朗的10點談判條件當中，其中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他就特別提到了，好，就是說荷姆茲海峽呢必須真的要，你看這10點裡面一定有強調是說要實質控制荷姆茲海峽。那川普也特別在他的發文有講說，我們這個10點呢，我們可以依照這個作為談判架構哈，以這個為基礎，我們可以談，都可以來談。可是剛剛提到這個水雷的問題啊，這麼棘手，怎麼解決？其實水雷這個問題哦，當然對伊朗來講是一個王牌，因為大家眾所周知，就軍事上來講，水雷是窮人的一個很有效的不對稱武器，而且美國在戰前的時候就評估伊朗它的水雷保有量在超過5000枚哦。那雖然它的這個海軍在美國的精準打擊之下幾乎是全滅，但這個布設水雷對於伊朗來講，不是只靠軍艦，它的很多漁船、小型的船也可以進行布雷。對，也因此這個對於伊朗來講，絕對是他手上一個王牌。至於說目前這個整個荷姆斯海峽有沒有水雷？我認為對伊朗來講，虛虛實實，但不可否認，確實是他一張牌。那一切都由他說了算。就算沒有水雷，他也可以營造出有水雷的一個整個海峽目前的情境。因此對他來講，我認為以水雷來威脅荷姆斯海峽，我認為戰前大家的憂慮是如此。那目前這個整個態勢沒有任何改變，而且大家知道。這個伊朗要控制荷姆斯海峽，不只是靠水雷，它本身有龐大的反艦飛彈、陸基反艦飛彈的這個整個實力。以伊朗它這些飛彈實力，它的火力是完全覆蓋荷姆斯海峽。雖然美國方面、以色列方面宣稱，在長達40幾天這個打擊裡面，把伊朗的這些作戰能力大幅的削弱，但我認為要完全清除伊朗控制海峽的反艦飛彈兵力，我認為是不太現實的。對，特別是伊朗借由地下化的一些部署，還有進行深度的偽裝，那美國或許宣稱打到的很多目標可能是誘餌，都說不定。因此就伊朗本身的控制能力來講，控制荷姆斯海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只不過現在想一想，覺得很弔詭的就是。戰前事實上，荷姆斯海峽是通行的，沒有受到任何障礙的。雖然伊朗有時候會把它拿來牌，當成手上的一個王牌，宣稱這個海峽通行的問題，但其實全世界都自由航行。但打了以後，後來發現未來可能真的要收費，那不只是伊朗要收費，美國也可能要收費。我認為這是目前我們看這個整個海峽問題最吊詭，而且最諷刺的一個。所以伊朗現在宣布說，荷姆茲海峡有一個替代航道，哈，表示他們至少確認這個替代航道是比较不會有水雷的，可以這樣子聽。但是我們知道啊，荷姆茲海峽它有北航線和南航線，那主要都是走北航線，因為水深比較這個穩定；南航線就是水深比較不穩定，而且曲曲彎彎的，那航行起來是存在一定的風險。那除非大家那不顧及風險而執意走南航線，但航線不管是南還是北，事實上就像我前面講的，都處於伊朗反艦飛彈的火力覆蓋範圍。因此，我認為沒有說北航線、南航線哪一個比較安全的問題，因為都在伊朗的火力涵蓋範圍。美國現在就覺得說，這個找替代航線啊，就是你在出花招哈。可是對伊朗來說，可能真的他是確認說，這個替代航道比較安全的哈。你剛剛提到這個通行費這個事情啊，川普非常生氣，因為他在 Truth Social 呢是發文反擊，他說伊朗人似乎沒有意識到啊，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籌碼，除了呢用現在這個抓住的荷姆茲海峽就是國際航道短期勒索全世界啊，其他的沒招了。可是呢 ，ABC 也報道說，記者就詢問川普啊，那是不是同意伊朗對所有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只來收通行費？川普一度答應說，我們可以考慮一下，甚至還說，像你剛剛講的說，我們一起來收啊，合資來收費這件事情，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另外，川普也警告說呢，任何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國家，甚至呢是向這個美國出售任何，就是向伊朗呢出售任何所有的商品呢，都會
被課徵50%的關稅，而且是立刻生效。簡單來說，就是你不准支持伊朗。華盛頓郵報呢有一位資深專欄作家啊，他就認為說，其實這一場一直就是缺乏明確制勝戰略的戰爭，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沒有和平解決方案的結局。現在看起來，川普是非常在意的是荷姆斯海峽的控制權，因為這跟國際原油的價格有關哈。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哈，最近這幾天也有一些分析在看，是荷姆斯海峽的重要戰略地位这個位置，因為美國在全球很多地方，特別是在重要的水道啊、海峽啊，都設立了他們的 choke point， 就是咽喉點哈。所以我問 Russ， 萬一真的荷姆斯海峽就算談完以後，伊朗仍然堅持要擁有荷姆斯海峽的實質控制權，這對於美國在地緣戰略上的風險，你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不大的。你覺得不大？我的意思是說，川普不會讓伊朗主導這個荷姆斯海峽，這真的是不可能。你說荷姆斯海峽不會落入伊朗的實質控制的？不可能，不可能。這個不只是川普的想法，也是周邊國家的想法，甚至可以說是歐洲國家，還有我也是認為中國大陸的想法。那另外，不管是日本、南韓、其他的引進波斯灣不管是石油或其他的原料等等，都需要霍爾木茲海峽是保持這個開放的狀態了。所以，如果伊朗堅持的話，我真的覺得打仗會這個戰爭會持續下去。如果伊朗堅持的話，就沒得談了，是這樣子嗎？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川普的一個底線。那如果伊朗真的不同意的話，或堅持，那就繼續打仗。我真的是恐怕會這樣了。所以我覺得伊朗這個要求是非常非常不合理，而且不管是周邊國家或國際社會，誰支持伊朗這樣做？沒有人支持伊朗這樣做啊！即使其他的國家不會開口說我們支持美國打仗，為了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那很有可能是不會這樣講。但是幾乎都會支持美國這樣做，因為沒有人支持伊朗把霍爾木茲海峽關閉或要收通信費等等。Nobody support that， 沒有人支持。OK，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說，伊朗其實說我收通行費，但是我可以跟阿曼嘛，我們兩個來分嘛，包括也提到了美國甚至可以一起來分啊。那大使您又怎麼看哈？因為這個接下來就是看說有關於這個通行費的事情，因為伊朗收這個通行費是因為他要有一筆花費是必須在這一次整個美伊戰爭當中，其實伊朗有很多的地方是被重創的，他需要錢來重建的。那瑞穎這邊有警告說，暫時停火這2個禮拜的暫時停火，並不代表整個中東的風險是解除的，尤其是在能源運輸關鍵的我們現在提到的荷姆斯海峽，恢復正常運作仍然是面臨很大的挑戰。而且說目前最大的隱憂是衝突期間，因為大量船只撤離了這個海峽，所以短期之內呢很難迅速回流，就會影響到運輸的效率。另外，法新社也查閱了就是相關的海事追蹤的數據說停火生效以來，這幾天只有10艘船左右那麼通過荷姆斯海峽。另外 ，CNBC 報道說呢，雖然達成2週的停火協議，但是實際上還沒有恢復正常的通行。CNN 最新的報道也說呢，包括阿布達比這邊呢也有一個消息說，其實並沒有打開啊，我們現在要通過這個海峽還是非常的困難啊。好，那所以收費這件事情如果伊朗真的是跟阿曼說我們來分，甚至包括我不排除你美國也進來，有可能嗎？我覺得這個長期封鎖要收費是行不通的。這個法理上行不通，而且它這個侵害了太多國家的合法權益。那伊朗就變成流氓國家啊！流氓國家你要怎麼樣呢？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不是美國一個國家制裁你，很多國家聯手起來會制裁你。是因為伊朗雖然沒有加入當時的國際海洋法公約可是呢，伊朗說他現在目前的行為都合法這個只有一個條件下合法，就是他在行使合法戰爭法上的合法自衛權。那我這都是自衛行動，因為伊朗現在大家都認為你是被攻擊，你不攻擊你是行使自衛權。那這種行為的話，
短期上可能你可以解釋說我的自衛權，可是停火以後你就沒有權利再做這種事情。對，而且你牽涉到的利益是整個海灣國家的利益，還有呢，整個印太國家的利益，印度也不會接受啊，印度也會給你搞到那他怎麼會？那中國大陸也不會接受啊，所有東南亞國家都一起不會接受啊，沒有國家會接受，歐洲也不接受，所以我覺得伊朗現在是把這個荷爾木斯海峽封鎖，然後在那邊揚言收費啊這些，我覺得這些只是手段，不是他的目的。伊朗沒有必要去賺這筆錢，也沒有必要長期跟國際社會的大部分國家的利益為敵。對，他很清楚，所以我認為他基本上他把它當一個手段，他是以這個當手段來迫使美國跟他談判，迫使這個各個國家去重視這個問題，要不然誰出來誰管他啊？誰去出來調解啊？哪些國家會管？我的利益沒有被受到傷害，你們去打吧。大使要調解哈，我迅速問您一個問題啊，因為這次也看到中方的角色在這次的調停上面扮演非常關鍵。那您怎麼看哈？因為中東的戰事如果沒有中方的參與的話，是停不下來的嗎？是這樣子嗎？因為在這個復旦大學這個知名的外交政策專家叫吳興博，他說呢，中方在這次促成停火上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呢，也是等於是間接的把伊朗再拉回了談判桌就是提醒伊朗應該要保有談判的戰略彈性啦。那您覺得這次北京出手的時間上跟做法上，你怎麼觀察？我覺得中國大陸一定是他一貫的這個對於國際衝突的看法，就變成就是說不要打仗，去用談判，不要動武力，什麼事情國與國糾紛就是用談判，那這是他一貫立場。那中國大陸也從來不要把這個攻親變世主。你看他跟俄羅斯關係這麼好，俄烏戰爭他也不要被捲進去，沒錯，對不對？到現在烏克蘭也沒有對中國大陸完全翻臉，對。這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基本的外交政策就不願意怎麼講捲入任何的重要的戰爭，他會保持中立，用一個立場來解決。當然，翟俊在這裡面做了很多的功夫，而且我認為這場戰爭，中國大陸也是有他的利益，有他的籌碼在裡面。為什麼？這個荷爾木斯海峽對中國大陸，再說你怎麼去淡化它，還是很重要。沒錯。所以中國大陸只是說沒有用很強制的方法出來去做，可是我覺得他外交穿梭基本上中國大陸有利益在裡面。可是中國大陸有一個原則，絕對不會把成你們中間的戰爭變成公親變世主。我就是一個中間人而已。那我覺得這裡面的話，中國大陸跟很多國家立场相同，利益相同，尤其跟海灣國家利益相同。所以呢，海灣國家巴基斯坦的為什麼這麼熱心？後面就是沙特嘛，沒錯，他金主沙特。對，所以很多國家就希望中國大陸出來。所以法新社講說，哇，你這個將來中國超越了美國啦，這是挑撥離間。沒錯，標準是挑撥離間。讓美國人說，你們小心中國大陸要取代你了，叫你不要打。所以這個帝國主義都是這樣。法國也是老牌帝國主義，但是剛剛我們錄節目前，彭博有一則新聞說，按照美國情報，中國大陸將要送武器給伊朗防禦系統。對，這也是彭博社也好或者很多美國媒体就跟那個川普講的這是有意讓川普在這個事情判斷裡面失去他的平衡。所以一定要把很多東西因素都拉進來，把中國大陸當作一個工具，他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誰？為了川普，打擊川普，為了川普這個政策。那法國這個呢，一方面打擊川普，一面要托起這個美國對川普之間的遺跡，大家都在為自己而製造一些新聞，製造一些論點。對，這樣戰爭從頭到尾，我就看這些西方媒體的論點覺得都是為自己。這次可以看到出來說，至少到目前為止從打到現在談，那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美方就是喊打、喊攻喊炸，但是中方想辦法在某個 timing 是現在出手，為的就是要調停、追求和平。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
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